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拆罗纳多的频道。今天呢是一期 Q&A 的问答视频。从我做视频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大家对我有很多好奇，所以我在 B 站跟其他的社交平台都征集了一些问题。那今天就来回答一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来报户口，UP 哪年的？我是95年的。身高体重，我是170 5012公斤上下浮动。老家哪里？我是青岛的，但是我初一开始就在上海念书了，所以上海也算是我的第2个故乡吧。现在在哪儿？在瑞士。大家注意，我在中欧的瑞士，不是北欧的瑞典啊，我这儿还没有那么冷啊。几岁开始学琴的？我是5岁开始学琴的。多少岁出国学习的？我是19岁去德国读的本科，然后硕士就来瑞士了。怎么决定要走音乐专业道路的？爸妈决定的，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啦。假如不是大提琴家的话，最想成为什么？小时候其实最想当私家侦探。现实一点来说，如果不是学音乐的话，我估计8成应该是个码农或者是剪辑师，因为我从小理科比较好。请问 UP 小姐姐的 Vlog 剪辑在哪里学的呀？剪得很不错啊，谢谢你。其实 B 站和油管都有很多大神呀，看教程学技术，看大神剪的片子找灵感。不过我平时的 Vlog 也没有什么技巧，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剪得太花里胡哨。如果是旅拍的话呢，我会多花点心思。名花有主了吗？不会取关的问。现在单身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说3点吧。德行要好，自信大方，有自己热爱的并且为之努力的事情或者事业吧。姐姐收入多少？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有生3胎的想法吗？这些问题真的是。上周收入2231个硬币。什么时候结婚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吧，但是尽量不要超过30吧。生几个这个问题着实是有点太早了啊。姐姐什么时候读完博士呀？顺利的话明年6月。想问一下是如何做到吃这么多好吃的还保持低体脂身材的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，比如说脂肪、糖、精碳水尽量避免。其实说起来简单，但是做起来还是挺难的。平时做运动吗？是什么运动？有健身运动相关的分享吗？我是1周2到3次健身房，但是我一般只做无氧。之前疫情的话也是在家跳周6野的 HIIT。日常护肤和饮食，因为我是成分党，所以用的产品都比较小众，应该没有什么人喜欢看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。有时候我会在某书分享一下护肤感悟。饮食的话基本都是自己做的健身餐，比较清淡。爱爸爸还是爱妈妈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都要。除了音乐，你还对什么特别感兴趣？剪视频，学外语，烘焙。学习外语的方法，我是习惯自学的，多听多读多用那门语言的逻辑去思考。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好用的技巧就是，比如一个单词会有很多种意思嘛，尽量去记那个感觉那个动作，不要死记硬背10几种对应翻译的中文，就跟背单词记词根词缀是一个道理。最重要的是理解，然后掌握的外语种类越多，再学新的语种就越简单。推荐5个你喜欢的 UP。 首先是我的特别关注奶糕成精档案社，再就是我混知识区比较多，所以样老师来了、曹小玲、BB刀、差评君和阿牛独裁。平常喜欢听歌吗？听谁的多一点？有时候我会听一些流行歌，比较常听的比如有周杰伦、周深。英语的话听的比较多一点，比如 Queen 啊、Bruno Mars 啊。日语的话喜欢米津玄师或者是动漫相关的，然后会在健身的时候听 Blackpink。
对乌克兰局势怎么看？愿世界和平，阿弥陀佛，上帝保佑，阿门。在外留学的这些年，有过崩溃的事吗？具体是什么呢？感觉我这一路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挫折吧，可能我比较幸运，或者心态好。请问一下 UP 觉得是甜粽子好吃还是咸粽子好吃呢？作为一个北方人，糯米就是应该配甜的。推荐一款自用粉底液吧 UP。我是油皮嘛，最近疯狂喜欢 TF 的一款。Double Wear 新出的那个轻薄的也挺好用的，感觉夏天应该会不错。卷发以及穿搭推荐可以吗？姐姐的头发很漂亮。首先谢谢你，然后呢，为了研究头发，我入了这么多设备，然后最近的那期视频用的是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其实包括发质怎么保养啊、洗护产品啊，都需要很注意的。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我可以单出一期视频讲一下。问点有用的吧，啥时候回来？很久没吃家乡菜了吧？对的，因为疫情现在回国非常困难嘛，我已经3年多没回家了，今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回趟国。我的家乡菜呢就是海鲜，但是自从我本科出国以来，我没有一次9月开海的时候待在青岛过，所以非常想念海鲜。姐姐能不能介绍一下瑞士旅游攻略？美食景点都想听。来瑞士就要去有山有水的地方，风景是无敌的。去爱的迫降景点打卡地都不错，建议自备干粮，因为物价实在太贵了，并且这里是美食荒漠，特别是德语区。瑞士的奶制品比较有名吧，因为奶牛的生活环境实在是太好了。比较有名的传统美食，比如说芝士火锅或者是芝士烧烤。姐姐，苏黎世这个城市咋样？我研究生想去苏黎世联邦理工。苏黎世我很喜欢呀，算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城市，非常国际化。每次去感受就是到处都是英语，还有跑车。联邦理工超厉害的，在我眼里这个学校自带光环，里面都是全世界的大神，中国人也很多，欢迎报考。下个或者下下个 vlog 应该会有联邦理工一日游的内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想问问大题专业考研出国都需要准备些什么？音乐专业其实就是凭实力说话的，你专业水平拔尖，有老师看上你了，其他语言啊、文化课啊、成绩啊什么都不是事儿。当然你各方面都优秀，肯定更有优势了，但我们主要看的还是专业水平和语言。本科的话还是要考乐理和钢琴的。姐姐，你在国外学习音乐，各项开销大不大？这个具体还是看城市吧，像德国整体来讲开销不算很大。UP 准备考团吗？ UP 最喜欢的国内的交响乐团是什么呢？我是准备考团的，很久没回国了，感觉最近国内乐团招了很多年轻海归们，当然要回去现场听一下才知道更喜欢哪个乐团的，对不对啊？叫我端水大师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癞蛤蟆？我可以染。我不喜欢癞蛤蟆。姐姐21岁从零开始学还来得及吗？当然来得及了，去看我之前发的那期成年人学琴的视频。UP 最喜欢的大提琴家是谁呢？每个人都有他的擅长的东西和独有的特点吧，没有说最喜欢的。比较喜欢 Isles、马友友，还有我老师。一直很好奇音乐家的工资都是怎么发的。乐团的话，大多数情况都是每月发工资，其他的比如室内乐啊、独奏啊这种音乐会都是每场或者是每一个 project 都会有单独的合同。要怎么拥有鉴赏古典音乐的美的能力呢？不需要搞那么复杂，就2个字：多听。当然你要了解一下作曲家和音乐背景会更好。姐姐，你怎么做到兼顾大提琴和钢琴的呀？我平时不练钢琴的，小时候学过几年，现在纯属在吃老本。大提琴的购买建议和避坑。
天呐，我真的收到过无数私信，并且我说过无数遍了。我唯一能给的建议就是找懂行的人或者专业老师帮你挑。因为挑琴涉及非常专业的知识和灵敏的耳朵，业余学生一时半会儿是学不会的。我该如何去面对因学习大提琴而获得的冷嘲热讽呢？比如你都多大年纪了，你要是能学会我就吃叉，你省省吧，不如让你为了他去学巴拉巴拉。建议你换个朋友圈。小提琴业余8级，如果再学大提琴的话会有优势吗？成年了爸妈打不过的那种，非常有优势了。弦乐都是相通的，跟学语言一样，你会了一门乐器，再学一门也会更轻松一些。姐姐对想零基础学大提琴的女孩们有什么好的建议？不是，男孩子们也是可以零基础学大提琴的。好的建议啊，就是首先要找一个好的负责任的老师，然后不要买太便宜太差的琴，再就是一定要每天练琴。业余大提琴爱好者每天练琴至少多长时间可以演奏的比较看得过去？首先你的演奏水平由很多的因素决定的，比如说你自身的天赋、老师的水平、练琴的效率。其实练琴时间和最终效果并不完全是成正比的。我不知道你指的看得过去是什么水平，但是我建议业余学生至少每天保证1小时的练琴时间。我想问一下，在国外大提琴坐飞机的时候怎么办？要托运还是随身带呀？这个取决于你琴的价值。贵一些的琴，无论国内国际航班，我们都是给琴单独买票随身带着的。托运的话，最好在琴盒外面再套一个飞行箱。怎么在拉琴击琴的状态下保持左右手放松哦？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。你需要会控制你的手，心里有激情，手还是要放松的。当然，这个需要方法和长期的练习。我们练琴很大一部分就是要练习对2只手精确的控制力。好，那今天的问答环节就先到这里了。其实还有很多同学问了很多专业相关的问题，比如说音准啊、揉弦啊，这些主题单挑一个我都能做一期长视频来回答大家，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用1-2句话就解释清楚了。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肯定会挨个解答的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内容和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投币，一键3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。